凌晨2点，老公小秘书传来简讯：哥哥，昨晚是我第一次，你答应会负责的。我笑着回复一句，随后把截图发给她老公。3小时后，她哭着求我删记录。凌晨2点，手机屏幕在床头柜上亮起来的瞬间，我就醒了。我不是被光刺醒的，我是被这4年来养成的一种习惯叫醒的。陆景深晚归的夜晚，我总睡不踏实。他总说我想太多，说微澜，你什么时候能学得大度一点？后来我不再等他的门，也不再追他的行踪，可身体还是诚实的。凌晨2点、3点、4点，只要他翻一个身，我就能从浅眠里浮起来，像一条死鱼从深水里飘到水面。陆景深睡得很沉，呼吸绵长而均匀，带着淡淡的酒气。他今晚又加班了。我侧过头，看着他轮廓分明的侧脸，黑暗中像一尊被月光打磨过的雕塑。那副皮囊真好看，4年来我看了无数遍，每次看都觉得好看，可此刻我却觉得陌生，像一幅挂了太久的画。你以为自己熟悉每一笔色彩，等凑近了才发现，画布下面藏着一层你看不见的东西。手机又亮了一下，他的手机，屏幕朝上，毫无防备地躺在床头柜上，像一颗等人去拆的定时炸弹。我伸手拿过来，指纹解锁，屏幕应声而开。微信弹出一条消息，备注名只有2个字：微微。哥哥，昨晚是我的第一次，你答应会负责的。我想你了。我盯着这行字，看了整整5秒钟。凌晨2点17分，整座城市都在沉睡，只有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，一声比一声响，一下比一下狠，像要把这4年来咽下去的所有声音全部吐出来。我感觉到自己的指尖有些发凉，但奇怪的是，脑子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，像一把在寒水中淬了3年的刀，终于被抽出了刀鞘。我转头看了眼陆景深，他翻了个身，背对着我，毫无察觉。酒气从呼吸里漫出来，浓郁而浑浊。我盯着他的后脑勺，那个曾经在结婚时替我撩起头纱的男人，那个说微澜，我会让你成为北城最幸福的女人的男人，此刻像一尊毫无生气的蜡像。他的手机屏幕蓝光映在我脸上，冰冷而清晰。然后我笑了，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一行回复：哥哥会负责的。乖，早点睡，明天好好休息，别累着了。按发送键的时候，我的拇指没有一丝犹豫，稳得像在扣动扳机。消息发出去了，我没有立刻放下手机。我打开陆景深的微信，点开和微微的聊天记录，往上翻过那些大段大段被删除的空白，翻过深夜的语音通话记录和定位共享。那个女人很谨慎，大部分露骨内容都被她删掉了，但她不知道陆景深是一个连微信云同步都不会关的人。我花了3分钟，把所有的聊天记录、语音条、图片、转账记录、一条不落地截图分批传到了我自己的手机，然后打开他的微信收藏，找到林微微的朋友圈。他朋友圈里的照片跟和陆景深的聊天记录对上了号，一张站在 CBD 观景台喝下午茶的照片，配文是和优秀的人在一起，看不一样的风景。发圈时间是他和陆景深第一次开房的第2天。我的手指在屏幕上飞快滑动，像在翻阅一部关于背叛的编年史。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入职面试。林微微当时穿着一套白色的职业装，把简历递给陆景深的时候，指甲是淡粉色的，干净的像没有受过任何生活的磨损。
这是陆景深后来在聊天里跟他回忆的内容。他说，那天看到你，我就知道你该来总裁办。林微微回了一个害羞的表情，然后说，哥哥，我那时候就在想，这个男人怎么这么好看。我一点一点看下去，像法医剖开一具尸体。从暧昧期的试探，到正式逾越界限的那一晚，再到后来频繁的开房、聚会、出差，4个月，整整4个月。这4个月里，我每天照常给他做早饭，给他熨衬衫，在他晚归时把汤热在锅里。而他在另一个女人面前扮演哥哥，给他买包，给他转账，带他出差，甚至在他生日那天带他去三亚度假。我在家替他收快递，快递单上写着陆先生收，打开是2瓶防晒霜。我当时还想，他什么时候开始注意防晒了？现在我知道了，那是给林微微准备的。我截图存证。聊天记录里有一条，林微微问他，你老婆知道了怎么办？陆景深回，他不会知道。他在家呆傻了，连我手机都不看。后面跟了一个笑的表情。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手指终于停住了。他不会知道。他在家呆傻了。那一刻，我5脏6腑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搅了一把，连呼吸都断了一拍。不是痛，是冷的，像有人把你塞进了冰柜，冻得你连眼泪都流不出来。4年的婚姻换来一句他在家呆傻了。我深呼一口气，继续翻。后面还有更不堪的。陆景深用公司账户给林微微转过46万，分3笔，备注写着奖金、绩效、差旅。林微微收了钱后，回了一个谢谢哥哥，哥哥最好了。他不知道，这些钱都是公司的流动资金。而这家公司在创业初期最困难的时候，是靠我的嫁妆撑下来的。我妈留给我的钱，我外公偷偷塞给我的钱，还有我卖掉的一套小公寓，全部填进了他的公司。那时候他抱着我说，微兰，等公司做起来了，都是你的。后来公司真的做起来了，他说，你一个女人不用管这些。我打开林微微的朋友圈，她的朋友圈里满屏都是精致生活，红酒、插花、健身房、日料。她还发过一张坐在副驾驶上自拍的照片，画面里有一个男人的手搭在方向盘上。那只手表我认识，是我去年送给陆景深的生日礼物，江诗丹顿，花了28万。我当时跟他说，你戴这个，客户看了觉得你有实力。他笑着说，老婆真会挑。现在这只表出现在了林微微的朋友圈里。我打开微信的好友推荐，找到了周宇的账号。周宇，林微微的丈夫，北城羽田烘焙的老板，3家分店，生意不错。我见过他一次。去年公司年会，林微微在台上领奖，他在台下鼓掌。林微微致辞的时候，他的眼里全是他，像看自己的整个宇宙。我当时还跟陆景深说，林助理她老公看起来人不错。陆景深笑了一下，说，老实人。现在想想，他嘴里的老实人，就是可以随便戴绿帽子的人。我保存了周宇的微信号，然后把所有材料打包发给了他。文件很大，传了好几分钟。我一边传，一边把陆景深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和云同步记录全部清空，然后退出微信，锁屏，把手机放回他枕边。他翻了个身，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轻响，像一头被喂饱了的猪。我坐起身，靠在床头，等着。手机又亮了，林微微回复了，哥哥你真好，那你明天能来找我吗？我老公今晚去店里盘货了，不在家。后面跟了一个害羞的表情。
我用他的口吻回：好，明天晚上老地方见。然后我把这条记录也截了图，发给周宇。做完这一切，我下床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。凌晨的城市像沉在海底的巨兽，千万盏灯火明明灭灭，像无数双不肯睡去的眼睛。我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手，没有抖。这双手4年来做过饭，洗过衣，端过醒酒汤，递过胃药，直到今天才终于做了一件真正该做的事。凌晨2点35分，我的手机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微信语音通话。我接起来，听筒里传来林微微尖锐而慌张的声音，像被踩了尾巴的猫。沈微兰，你疯了吗？你给周宇发了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他的声音在发抖，语速快得几乎听不清字句。我甚至能想象出他现在的样子，头发凌乱，脸上还敷着面膜，蹲在卫生间的角落里抱着手机，生怕惊醒隔壁的人。林微微，我对着电话轻声说，声音平静的连我自己都意外，你跟我丈夫上床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她哭了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像被碾碎了壳的蜗牛。她反复说着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今晚就走，求你把记录删了。我听见她那边有东西摔碎的声音，接着是一声男人的怒吼，从远到近，像一道滚过头顶的闷雷。周宇的声音，周宇回来了。电话断了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东方泛起第一道鱼肚白，心里忽然很平静，像一场漫长的戏终于落了幕，又像另一场大戏刚拉开帷幕。我知道这只是开始。3个小时后，林微微给我发来一条短信，只有一个问句：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求求你，把那些记录删了好不好？周宇已经砸了半个客厅，他说要跟我离婚。我回了一句：你跟我老公上床的时候，问过他老婆想怎么样吗？他没再回。窗外的天彻底亮了。我转身看了陆景深一眼，他还睡着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他的嘴角甚至挂着一丝满足的微笑，像是在梦里达成了什么好事。我走到衣柜前，换上一身利落的衣服，拿起包，出了门。天刚亮的时候，我已经坐在了城南的一家24小时茶餐厅里。这里人不多，零星几个熬夜加班的年轻人和几个晨练回来的大爷。我点了一壶普洱，倒进杯中，茶汤深红而清亮，像一块被水泡开的琥珀。窗外是北城的早高峰前最后一点宁静，天边的朝霞从灰蓝里慢慢渗出橘红，像有人在天幕上打翻了一盘颜料。我拿出手机，开始查林微微，她的微博、抖音、小红书，还有她的丈夫周宇的微博。我翻了个底朝天，花了1个多小时。林微微是一个表现欲很强的人，她在社交媒体上晒的永远是精致的生活和完美的自己，但那些光鲜亮丽的照片后面藏着蛛丝马迹。3个月前，她开始频繁晒同一只爱马仕的包，配文是终于到手了。隔了2周，又晒了一条梵克雅宝的项链。以周宇的烘焙店收入，不是买不起，但他正处在扩张期，资金流并不宽裕。一个正在忙着开分店的人，会给自己老婆买20万的包吗？不一定。我把这些截图存档，然后查了陆景深的公司蓝深科技，2年前上市，市值一度冲得很高，最高到过100亿。这2年一路阴跌，现在已经只剩下30个亿。他做的是企业数字化服务，客户集中在几个大行业，业务模式不算复杂，但盘子铺得很大。陆景深是一个喜欢把鸡蛋放在很多篮子里的人，可他哪来那么多篮子？资金链从哪里来？
这些问题我以前从不过问。婚后第2年，他就不让我去公司了。他说家里需要有人打理，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后方。我信了。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懂事的妻子，每周去1次超市，每天早上给他做早餐，晚上等他回家，即便等到很晚，也要等他回来才睡。我把我妈留给我的那点嫁妆钱全投进了他的公司。那时候他说，微兰，将来公司上市有你一半。后来公司真的上了市，他从没有提过一半的事，我也没有提。我总觉得夫妻之间算得太清楚就生分了。现在想起来，我真是蠢得让人心疼。上午10点，我的手机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来，是周宇，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，像是一夜没睡。他说：“沈小姐，我是周宇，你发给我的那些东西我看到了，我想和你谈谈。”好。城北厅宇轩茶楼，下午2点。我说。挂了电话，我深吸一口气。周宇会来，说明他还想知道真相。一个被最亲近的人背叛的男人，第一时间不是选择逃避，而是选择查清楚。这让我对他多了一份尊重。我继续梳理思路。陆景深和林薇薇的关系曝光了，但这只是第一步。我要的是连根拔起。我要让陆景深从北城新贵变成北城笑柄，要让他最看重的公司从他手里彻底飞走。我不是没想过直接离婚算了，可那太便宜他了。我沈微兰以前是沈家大小姐，现在是他陆景深不要的糟糠之妻。既然他敢这么对我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我的底牌在哪里？我的底牌是，我是沈重山的亲外孙女。我爸死得早，我妈跟我外公闹翻之后也走得早，我跟着姨母长大。外公的沈氏集团，国内商界的庞然大物。我嫁给陆景深的时候，外公气病了一场，说陆景深这个人靠不住。我不听，跟外公断了联系。现在回头想想，外公看人的眼睛比我准了不止10倍。我拨通了外公的电话，响了2声就接了。老爷子苍老而沉稳的声音传过来：“哪位？”“外公，我是微兰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，然后老爷子的声音软了下来，带着一种压抑了很久的心疼：“微兰，你这丫头，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？”我鼻子一酸，差点掉下泪来。我咬了咬嘴唇，把情绪压回去，说：“外公，我离婚了。”“不是离了，我还没离。我要跟陆景深离婚，我要他还我该还的东西。可是我手里，我需要你帮我。”电话那头的呼吸声忽然变得清晰起来，我能听出老爷子在强忍着怒气，说：“你想怎么做？”他的声音恢复了商界大鳄特有的沉着。我要沈氏的律师团队，要最好的，还有，我要你给我授权，我要做沈氏在北城投资业务的负责人，我要用沈氏的名义收购蓝生科技。我一字一顿地说。电话那头陷入短暂的沉默，然后外公笑了。他的笑声像多年未响的铜钟，低沉而悠长。笑完之后，他说：“这才是我的外孙女。回家吧，外公给你安排。”“不，外公，我现在还回不去。我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他陆景深失去的是什么。”我轻声说：“行，沈氏这边我交代下去，你随时用。”外公顿了顿，加了一句：“但要记得保护好自己。”“知道。”挂了电话，我靠在椅背上，像卸下了一副背了4年的枷锁。下午2点，我到了听雨轩茶楼。周宇已经在了，他坐在靠窗的位置，
面前一壶茶已经凉了大半，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。他穿着黑色的连帽衫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睛下面2团青黑，整个人像从废墟里爬出来的。看到我进来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目光复杂。我走过去坐下，服务员给我上了一杯新茶。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等他开口。沈小姐，你发给我的东西是真的吗？他问。你可以自己看。微信聊天记录、通话时长、转账记录、酒店定位。你老婆和我老公，他们的关系至少4个月了。我平静地说。周宇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他说，我查到了，他们第一次在一起是4个月前的公司团建。那天晚上林薇薇没回家，说去同事家借住。我当时就信了，连她头发里的酒气都没多问。她的声音压抑而沙哑，像钝刀割肉。周宇，你爱他吗？我问。他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问这个。他低下头，盯着自己的手看了半天，然后说，爱过，现在恨他，但我更恨我自己。他辞职在家没多久，说要去蓝生科技上班，我二话没说支持他。他要钱，我给；他要自由，我给；他要什么，我给什么。我总觉得对一个人好，他就会开心，就会满足。可我错了，他的心不在我身上。说完，他抬起头看着我，目光里有一种近乎破碎的坚定。沈小姐，你想怎么做？算我一个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微微震动。这个男人被妻子背叛，却还能保持理智，还想查清真相。我放下茶杯，缓缓开口，周宇，你家里应该有智能音箱。他眼神一凝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刚才说林薇薇经常背着你接电话。一个习惯偷偷摸摸做事的人最怕被录音。我猜你的智能音箱应该开了云存储，查一下吧，里面会有你想要的东西。他猛地站起来，像被电击了一下，随即又坐下，拿出手机开始查看。几分钟后，他的脸彻底白了。有很多。他在阳台上打电话，音箱在客厅，还是录到了一些。他抬头看我，眼神里翻涌着惊涛骇浪。他提到了账外资金对赌协议，还说了很多公司的事。发给我。我伸出手，周宇把录音全部转给了我。我一条一条听，越听越心惊。林薇薇和陆景深之间，除了男女关系，还有一层更肮脏的利益关系。林薇薇做总裁助理的这几个月里，经手了蓝生科技的很多内部文件，包括和一些上游供应商之间的对赌协议、账外资金往来，甚至还有一份被篡改过的财务报告。陆景深用公司账户给林薇薇转账，实际上是让她充当白手套，把钱从一个口袋掏到另一个口袋，同时把它发展成自己的秘密助手。这已经是犯罪了。我关掉手机，看着周宇，周宇，我们合作吧。我可以让陆景深身败名裂，让你分到该得的东西，但前提是你必须完全信任我，照我说的做。好。周宇毫不犹豫的点头，我信你。我伸出手跟他握了一下，他的掌心冰凉但有力。从茶楼出来，我接到了陆景深的电话。你在哪？他的声音有些低，有些沉，像是刚醒过来，还带着宿醉的余味。在外面喝茶。我说。跟谁？周宇。电话那头安静了1秒，然后是陆景深克制着怒气的声音，你跟他喝什么茶？他跟他老婆的事，你搅进去干什么？我站在茶楼门口，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，声音平淡，不干什么。
就是听说你昨晚又加班了，想找人聊聊。陆景深沉默了几秒钟，说：回家。好。我挂了电话。我知道他起疑了，林薇薇一定给他打过电话，把昨晚的事告诉了他。陆景深现在肯定在家里坐立不安，怕我把事情闹大。但我不着急，我回家就是要看他表演。到家时，陆景深坐在客厅沙发上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屋里光线昏暗，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，空气闷得让人作呕。他看到我进来，抬起头，眼里布满血丝。沈微兰，你动我手机了？他问。我脱了鞋，换上拖鞋，走到他对面坐下。动了。他的脸色一下变了。你发什么了？没发什么。我笑了一下，那笑容很淡，像月光下的刀刃，就是把一些聊天记录转发给了周宇。你不是说工作的事让我别管吗？那你的私事，周宇该不该管？陆景深猛地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高高的俯视着我。他的眼睛里翻涌着怒气、惊慌和某种我从未见过的凶狠。他忽然抬起手，像是想打我。我仰起脸，静静地看着他，连眼皮都没眨一下。你打？我轻声说，你今天敢动我一下，我保证明天你和林薇薇的事，全北城的人都会知道。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，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。他的胸脯剧烈起伏，牙齿咬得咯咯响。最后他一拳砸在沙发扶手上，砸出一个深深的凹陷。沈微兰，你疯了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们之间的事，我们私下解决。你找周宇干什么？他压低声音，试图谈判。私下解决。我冷笑着站起来。陆景深，你出轨4个月，拿公司的钱养小三，现在跟我说私下解决。你当我还是那个什么都不懂、任你摆布的沈微兰吗？他的眼神有一瞬间的慌乱，但很快又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底气盖住了。你想离婚？行啊，我可以给你钱，给你房，可你要是再闹，1分都拿不到。那就走着瞧。我转身朝楼上走，走到楼梯口时，回头看他一眼。陆景深，你最好现在去找林薇薇问清楚，她到底跟我还有周宇说了什么。我等着看你还能撑几天。陆景深僵在原地，脸色煞白。我没再理他，回了卧室，反锁了门。从那天起，我们的婚姻就变成了一场公开的战争。他搬去了客房，我照常住在主卧。他每天早出晚归，回来就待在书房里打电话，声音压得极低。我也不再给他做早饭。每天早上我打扮得利利落落出门，去见外公派来的律师团队，去和周宇碰面，去查蓝生科技的财务状况。日子过得像一根逐渐拉满的弦，越绷越紧，越紧越危险。林薇薇没有再给我打电话，她躲起来了。周宇说她回了娘家，手机一直关机。周宇去他娘家找过她，她躲在房间里不出来。他妈挡在门口骂周宇没本事，说我女儿嫁给你是瞎了眼。周宇没吭声，转身走了。我知道这个男人的心已经死了。又过了2天，我在咖啡馆约见了韩风，陆景深的合伙人。韩风比陆景深大2岁，是他们公司的 CTO， 也是陆景深的大学同学。他出现在咖啡馆时，穿着灰色的高领毛衣，戴着一副银框眼镜，看起来比照片里更瘦。他坐下后，目光一直没看我，只盯着手里的咖啡杯。韩风，我开门见山，我今天找你来，是想给你一次机会。他抬起头，脸上闪过一丝苦笑。嫂子，你直说吧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
陆景深和林薇薇的事，你知道多少？还有公司账目上的问题，你知道多少？我紧盯着他。韩风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打算用沉默对抗。最后他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眉心，轻声说：嫂子，我以前特别羡慕景深，他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。可他不惜福，林薇薇那女人是他主动的。他进公司后，隔三差五往景深办公室跑。我提醒过景深，他说我想多了。再后来，我发现他开始接触财务资料，就知道事情不对了。你发现了什么？我追问。公司有笔账，看起来像正常的采购，实际上是对外付款，钱从公司账上出去，到一家供应商，再绕一道回来。这种操作不多，但每个月都有，金额也不小。我知道这事，但没敢说，因为景深和三哥打了招呼。三哥是谁？一个做地下金融的，手里有资金盘，也有洗钱渠道。景深跟三哥走得很近，有些走账的事就是三哥帮忙做的。韩风的声音越说越低，最后几乎听不见了。韩风，你现在坐在这里跟我说话，是打算帮我，还是来探我的底？我盯着他，他抬起头，眼睛里有一种痛苦而决绝的神色。嫂子，我知道你和沈氏的关系，我也想好了。景深已经走火入魔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公司迟早完蛋。我不能看着他毁了自己，也毁了这公司。我想帮你，但你要保证别让我坐牢。我看着他，缓缓点头，只要你配合，沈氏会把这件事压到最小的范围。你主动说出来就是立功。韩风长出一口气，像终于放下了压在胸口的一块大石头。韩风的倒戈让整个局势彻底逆转。他给我提供了一份关键的内部数据。蓝深科技在过去1年里，通过10几家壳公司进行资金体外循环，累计金额超过7000万。这些钱的流向很复杂，但最终都指向了陆景深和三哥控制的账户。韩风虽然不是这些操作的核心人物，但作为 CTO， 他管理着公司的技术系统，拥有最高权限的后台日志。他把自己能拿到的所有数据都拷贝了下来，交给了我。有了这些数据，再加上周宇提供的录音和林薇薇的手写材料，我已经掌握了足以让陆景深入狱的完整证据链。但我没有急着动手，我要等一个最好的时机。3天后，那个时机自己送上门了。陆景深来找我。那天傍晚，我刚从沈氏北城分公司开完会回来，车停在别墅门口，还没熄火，就看到陆景深从屋里走出来。他站在台阶上，穿了一件黑色呢大衣，脸色阴沉，像是已经等了很久。我下了车，拎着包，目不斜视地从他身边走过。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沈微兰，我们谈谈。我甩开他的手，转身看着他，谈什么？谈你怎么转移婚内财产，还是谈你怎么用一个前台小姐当你的洗钱工具？陆景深的脸色像被人踩了一脚，又青又白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最后挤出一句：你知道了多少？我笑了，那笑容让他不寒而栗。我把包里的手机拿出来，点开一段录音，是林薇薇在阳台上打电话的片段。她的声音清晰地从手机里传出来，对赌协议3季度肯定能完成，只要我们把合同签了，钱就能回正。对，账外资金的事他已经搞定了，让我不用管。你那边尽快把发票开过来，金额填980万。陆景深僵在原地，像被人兜头浇了一桶冰水。他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的手机，瞳孔急剧收缩。
你从哪来的这些东西？他的声音干涩而颤抖。重要吗？我把手机收回包里。陆景深，你这些破事，我手里有一抽屉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2条路：一，老老实实跟我离婚，签下你该签的东西，从此滚出北城；二，我把这些东西交给警察，你下半辈子去牢里慢慢交代。陆景深站在冷风里，像一截被雷劈过的树桩。他沉默了足有2分钟，才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：沈微澜，你不会真的想毁了我？你毁我的时候，怎么没问过我想不想？我看着他，语气凉得像这个季节的风。陆景深，你出轨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你毁掉的是什么？不是一段婚姻，是我沈微澜的一辈子。我为你卖了房子，掏光了家底，放弃了沈家，到头来你给了我什么？一条凌晨2点的微信，一句哥哥，昨晚是我的第一次。陆景深，这是我这辈子收到过的最恶心的东西。他张了张嘴，像要反驳什么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。他低下头，2只手插在裤兜里，肩膀垮着，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。我转身朝屋里走，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陆景深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我这个人现在没什么耐心。那天晚上，他搬走了，带了一个箱子、几件衣服和一台笔记本电脑。他走的时候没有跟我道别，甚至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我在2楼的窗前看着他上了车，车灯在黑暗里划出2道冷淡的光，然后消失在巷子尽头。我知道他不会就这么认输。陆景深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，他一定会想办法反击。可我也知道，他的反击越激烈，下场就越惨。陆景深的反击来得出乎意料的快。3天后，我收到了法院传票。陆景深以婚内出轨为由，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。他在诉状里称，我和周宇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，并提供了所谓的酒店监控录像作为证据。他要求法院判决离婚，并判令我净身出户。我拿着那份传票笑了，他果然用了这一招。和林薇薇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早就安排人跟踪过我。他知道我有时会去酒店见朋友，约客户，就把那些画面拼拼剪剪，做成了一份看似实锤的证据。这些手段他熟得很，但我比他更熟。外公派的律师团队在第一时间介入了，他们不仅驳回了陆景深的指控，还反过来向法院提交了陆景深婚内出轨、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对公司进行财务造假的全套证据。那份酒店监控录像被鉴定为剪辑伪造，证人证言漏洞百出。陆景深的律师在庭审上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只能一遍遍重复我方对证据真实性存疑。我坐在旁听席上，看着陆景深在法庭上焦头烂额，心里没有一丝快意。相反，我觉得一种很深的疲惫。曾经最亲密的2个人，如今对簿公堂，撕破脸皮，像2个争夺一块腐肉的野狗。我知道这场战争没有赢家，但我必须打。为了这4年里每一个凌晨2点的等待，为了每一个被加班骗走的夜晚，为了那杯倒掉又热起来，热起来又倒掉的汤。离婚官司打了不到1个月，陆景深就撑不住了。因为在他起诉离婚的同一时间，外公通过沈氏集团的渠道，向证监会和经侦部门实名举报了蓝深科技的财务造假问题。警方迅速立案，冻结了陆景深和3哥名下的所有资产。陆景深被限制出境，他的公司被全面调查，
股东大会被无限期推迟。一夜之间，陆景深从一个年轻有为的创业者变成了涉嫌刑事犯罪的经济犯。那些曾经跟他称兄道弟的合作伙伴，一个个避之不及。他的电话被打爆了，全是催债的、解除合作的、要求退货的。他的律师团队集体辞职，因为没人愿意为一个必输的案子再耗下去。而林薇薇也在同一时间被警方带走，他涉嫌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被取保候审。他爸妈请了全城最好的刑辩律师，花了几十万，只为了让他别坐牢。周宇跟我说这些的时候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他说他出来那天，他妈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。我说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他妈在电话里把我骂了一顿，说我没良心。我当时就笑了。到底是谁没良心？周宇说这些的时候，我们正坐在他的烘焙店里。店里没有客人，桌面上铺着淡淡的灯光，空气里飘着黄油和面粉的味道。他给我倒了一杯热牛奶，说：沈微兰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不恨他了，只是觉得陌生。这个人我认识了5年，到最后我居然不认识他了。我点点头，我理解他，就像我再也认不出陆景深一样。不是因为他们变了，而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认识过他们。陆景深被正式批捕是在一个下雨天。那天下午，警方发布了官方通报，蓝深科技实际控制人陆某某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、职务侵占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，被依法刑事拘留。随后，陆景深的个人微博被禁言，公司的官网也打不开了。消息传开之后，我接到了无数个电话，有朋友来安慰我的，有亲戚来探口风的，还有媒体想采访的。我一个都没接。我把手机关机，坐在别墅的阳台上，看雨下了一整夜。雨停之后，我去了拘留所。我没有进去，只是站在马路对面，看那扇铁门。铁门紧闭着，灰扑扑的，像一个永远不会主动打开的大嘴。1个多月前，陆景深还坐在这座城市最顶级的办公室里发号施令。现在他住在一间8个人的监室里，吃着我妈这辈子都不会让我碰的牢饭。我没有心疼他，我只是来确认一下这一切是真的。3天后，陆景深的案子正式开庭。庭审那天，我去了。我坐在最后一排，戴着口罩和帽子，很低调。法庭里人不多，大部分是记者和法警。陆景深被带出来的时候，剃了光头，穿着灰色的马甲，手铐在灯光下泛着冷光。他比以前更瘦了，颧骨高耸，眼窝深陷，下巴上的胡茬里已经冒出几缕花白。他的目光在旁听席上搜寻，最后落在我身上。那一瞬间，他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他张了张嘴，像想说什么，最终没有发出声音。他被法警按在椅子上，低下了头。庭审从上午9点进行到下午4点。检方出示的证据像雪崩一样压向他。我提供的那些材料成了案件最关键的突破口。财务数据、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、录音文件，一环扣一环，把他和三哥之间的非法生意拆解得明明白白。陆景深的辩护律师几乎没有什么还手之力，他只能反复强调陆景深是初犯，有悔罪表现，希望法庭酌情从轻。但检方出示了一份文件，证明陆景深在案发前曾试图指使他人销毁证据，威胁证人。这份文件让法庭里的空气都冷了下来。陆景深最后陈述的时候，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。他说：
我不甘心。我从一无所有走到今天，凭什么他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？因为没有人欠他一个凭什么。法官宣布休庭，择日宣判。我离开法院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周宇在门口等我，他手里拿着一杯热拿铁，递给我，说：“走，吃碗面去。”我接过咖啡，和他并肩走进夜色里。街灯昏黄，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林微微给我发过一条很长的短信，短信是凌晨发来的，措辞乱糟糟的，像喝了酒又哭过。他说他知道自己错了，不该勾引陆景深，更不该帮他做假账。他说他其实很后悔，后悔自己鬼鬼祟祟，放着周宇那么好的男人不要，去追一个根本不可能给他未来的男人。他说周宇跟他离婚了，房子归他，店归周宇。他搬回了他妈家，每天哭到眼睛疼。他说他现在才明白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没有回他，把他拉黑了。周宇后来把北城的3家烘焙店全关了，带着钱去了云南。他在大理开了一间小院子，做民宿，也卖自己烤的面包。他给我发过照片，洱海的水在阳光下蓝得像一块巨大的宝石。他穿着围裙站在门前，身后是一架开满三角梅的篱笆墙。他笑得很好看。我知道他终于活成了他想要的样子。我则留在了北城。沈氏集团的业务越做越大，外公也渐渐把更多的事情交给我。我忙得昏天黑地，有时候一天要飞2个城市，但从没觉得累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是我用整整4年的委屈换来的自由。新兰树科上市那天，我站在港交所的敲钟台上，举起锤子，朝面前的铜锣用力一敲。锣声穿过大厅，穿过拥挤的人群，穿过窗外那些守候已久的闪光灯。台下掌声雷动。我穿着一身白色西装，胸口别着一枚珍珠胸针。那枚胸针是我妈留给我的。她说，女孩子要像珍珠，圆润但不软弱，明亮但不刺眼。我做到了。那天晚上，我独自回到公寓，脱下高跟鞋，倒了一杯红酒，坐在落地窗前。北城的夜色璀璨如旧，万家灯火像天上打翻的星群。我举起酒杯，对着窗外轻轻碰了一下空气。陆景深，我轻声说，谢谢你当年出轨，没有你那一脚，我还不知道我能飞这么高。手机响了，是周宇发来的消息。微蓝，大理的三角梅开了，红的不像话，有时间过来走走。我笑着回了一个字，好。然后我关掉手机，喝完了杯中最后一口酒。夜风从半开的窗户吹进来，把白色的窗纱轻轻扬起。我靠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，想起那年凌晨2点的蓝光，想起那条写着哥哥，昨晚是我的第一次的短消息，想起那天早晨我在网咖里坐了很久，直到太阳升起来，新的一天照常开始。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赢了。半个月后，陆景深的判决下来了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、职务侵占罪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1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。他名下所有个人财产依法追缴。他出来的时候，大概已经43岁了。到那时，他失去的不只是公司、财富和自由，还有他曾经以为永远不会离开他的那一切。宣判那天，我没有去法庭。周宇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说结束了。我回了一个太阳的表情。那天下午，我去了北城郊区的一处公墓，我妈葬在那里。她走的那年，我还在读大学，
没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。这么多年，我很少来看他，不是不想，是怕他看见我过得不好。我买了一大束白色的满天星，放在他的墓碑前，碑上他的照片已经有些褪色，但笑容依旧温柔。我蹲下来，伸手擦了擦碑上的灰，轻声说：“妈，我把日子过回来了，你别担心。”风从山顶吹过来，带着松树和泥土的气息。我站在风里，闭了闭眼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回到市区，我去了沈氏集团北城分公司的顶层办公室。新兰树科的董事会明天召开，我要准备一份新的战略方案。办公桌上的文件堆得像小山一样高，我的日程表排到了下个月。我坐下来，打开电脑，开始看报表。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外公发来的微信：“囡囡，周末回来吃饭，你爱吃的狮子头，我让厨房准备了。”我笑着回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窗外的北城华灯初上，车流如梭。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变化，新的楼拔地而起，旧的揭拆了重建。我也在变，变得坚硬，变得锋利，变得不再容易被任何人伤害。那些打不死我的，终究让我变得更强大。而那个凌晨2点的秘密，那个从一条微信开始的复仇，将永远埋在我的记忆深处，像一个褪了色的伤口。不疼了，但我知道它曾经存在过。它提醒着我，我曾经多么愚蠢的爱过一个人，也提醒着我，我后来多么勇敢的把那个软弱的自己亲手杀死了。全文完。